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大家好，今天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向大家推荐一本能够深刻影响我们人生态度和文学鉴赏能力的经典之作《人间词话七讲》。这本书的作者是国学大师王国维，他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一位巨匠，被誉为中国近现代学术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人间词话》不仅是一部文学批评的经典，更是一部关于人生哲学的深刻探讨。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常常被各种琐事和压力所困扰，渴望找到一种能够让我们心灵得到宁静和启迪的途径。《人间词话七讲》正是这样一本书，它不仅能提升我们的文学素养，还能引导我们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在开始介绍这本书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你的人生旅途中，是否曾有过那么一刻，你被某一句诗词深深打动，仿佛它说出了你心中无法言喻的情感？或者，你是否曾因为一句诗词而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和选择？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正是这样一部能够引发我们深思的作品。第一讲，境界说，文学与人生的交汇。首先，我们来探讨《人间词话》的核心理念之一——境界说。王国维在书中提出，此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者自成高阁，自有名句。这句话揭示了文学创作和鉴赏的最高标准——境界。境界不仅仅是文学作品的意境，更是作者心灵世界的反应。王国维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通过文字传达出一种超越现实的境界，让读者感受到一种深邃的哲理和情感。在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培养境界的意识，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例如，在面对困境时，我们可以尝试从更高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寻找内心的平静和力量。通过阅读和写作，我们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达到心灵的升华。书中提到，李白《将进酒》中的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正是境界的体现。这句诗不仅表达了诗人对人生的豁达态度，也让我们感受到一种超越世俗的洒脱和自由。第二讲，真景物与真感情，文学的真实之美。接下来，我们来谈谈真景物与真感情。王国维强调，文学作品要表达真实的情感和景物，才能打动人心。真景物是指作者对自然景物和社会生活的真实描绘，而真感情则是作者内心真实情感的流露。王国维认为，只有当这两者完美结合时，文学作品才能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在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和体验，提升自己的感知能力。例如，在写作时，我们可以尝试用细腻的笔触描绘身边的景物，表达真实的情感。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不仅能提升自己的表达能力，还能更好地理解自己和他人。书中提到，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正是真景物与真感情结合的典范。词中描绘的离别场景和情感，充满了真实而动人的力量，让人不禁为之动容。第三讲，格与不格，文学的清晰与含蓄。第三讲，我们来探讨格与不格。王国维认为，文学作品在表达上要追求不格，即清晰明了，同时也要有含蓄之美。格是指作品表达上的模糊和晦涩，而不格则是指清晰和直接。王国维主张，文学作品在表达上要尽量做到不格，但同时也要有含蓄之美，给人留下想象的空间。在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练习写作和演讲，提升自己的表达能力。例如，在写作时，我们可以尝试用简洁明了的语言表达复杂的思想，同时也要注意留白，给读者留下思考的空间。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不仅能更好地传达自己的观点，还能激发读者的思考和共鸣。书中提到，王维的陆采正是不格的典范，诗中描绘的景物清晰可见，同时又充满了含蓄之美，让人感受到一种深邃的意境。第四讲，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文学与自我的关系。第四讲，我们来探讨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王国维认为，文学作品可以表达作者的主观情感，也可以追求一种超越自我的境界。有我之境是指作品中充满了作者的主观情感和个性，而无我之境则是指作品追求一种超越自我的境界，表达一种普遍的情感和哲理。王国维主张，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在有我和无我之间找到平衡。在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反思和自我观察，提升自己的自我认知。例如，在写作时，我们可以尝试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同时也要注意不要过于自我中心。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不仅能更好地理解自己，还能与他人建立更深的联系。书中提到，陶渊明的饮酒习物正是无我之境的典范。诗中描绘的自然景物和人生哲理充满了超越自我的力量，让人感受到一种深邃的宁静和智慧。第五讲，词之雅正，文学的雅与俗。第五讲，我们来探讨词之雅正。王国维认为，文学作品在风格上要追求雅正，同时也要有通俗之美。雅是指作品风格的典雅和庄重，而正则是指作品的通俗和生动。王国维主张，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在雅与俗之间找到平衡，既能表达深刻的思想，
又能贴近大众。在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阅读和写作提升自己的审美能力。例如，在写作时，我们可以尝试用优雅的语言表达通俗的主题，同时也要注意语言的生动和流畅。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不仅能提升自己的表达能力，还能更好地与他人沟通。书中提到，苏轼的《垂钓歌头·明月几时有》正是雅与俗结合的典范。词中既有典雅的语言和深刻的思想，又有通俗的表达和生动的情感，让人感受到一种独特的魅力。第6讲词之境界，文学的境界与人生。第6讲我们来探讨词之境界。王国维认为，文学作品要表达一种深邃的境界，才能引发读者的共鸣。境界是指作品中蕴含的哲理和情感深度。王国维主张，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通过文字传达出一种超越现实的境界，让读者感受到一种深邃的哲理和情感。在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阅读和思考，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例如，在面对困境时，我们可以尝试从更高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寻找内心的平静和力量。通过阅读和写作，我们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达到心灵的升华。书中提到，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正是境界的体现。词中描绘的自然景物和人生情感，充满了深邃的意境和哲理，让人感受到一种独特的魅力。第7讲词之创新，文学的传承与创新。最后，我们来探讨词之创新。王国维认为，文学作品要在传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才能保持活力。创新是指作品在形式和内容上的突破和创造。王国维主张，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在传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大胆的创新，创造出独特的风格和表达方式。在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学习和实践，提升自己的创新能力。例如，在写作时，我们可以尝试用新的形式和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同时也要注意保持对传统的尊重和理解。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不仅能提升自己的创造力，还能更好地传承和创新文化。书中提到，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正是创新的典范。词中既有传统的语言和形式，又有独特的表达和思想，让人感受到一种独特的魅力和创新精神。通过以上7讲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人间词话7讲》不仅是一部文学批评的经典，更是一部关于人生哲学的深刻探讨。王国维通过这本书，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满智慧和情感的世界，引导我们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如果你也想提升自己的文学素养和人生境界，那么《人间词话7讲》绝对是一本不可错过的好书。它不仅能丰富我们的知识，还能启迪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在文学和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坚定。谢谢大家的聆听，希望你们在阅读《人间词话7讲》的过程中，能够获得心灵的滋养和人生的启迪。让我们一起在文学和人生的道路上共同成长，共同进步。谢谢。